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心中没有法，心灵很空虚啊。有一次，海外一群实业家来花莲净思精舍参访在与证严上人交流的时候呢，一位实业家呢，他就问证严上人他问到说上人，我的事业经营得很成功啊，我也享受了很好的物质生活，但是却常常感到心里很空虚，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那证严上人就回答他说，因为你心中没有法，所以心灵会很空虚。那这一句短短的开示指出了人心的盲点心中没有法，这个法呢，要先好好把它定义清楚我们才有办法讲下去所以这个法呢，它不是单指佛法而已因为心灵会空虚的原因，也不只是心中没有法而已不是说心中没有佛法而已而是这个法，我们要从哲学、心理学跟社会学的角度呢去理解，所以要把它广义解释才会放诸四海皆准因此，这个法是泛指道德观、价值观、正信正念，以及做人处事的道理跟原则等等，甚至呢，生活有寄托，生命有意义，人生有目标，这些人间法也是法。那其实呢，再把它扩大解释连深信因果也是一种法，因为不信因果会有严重的后果这个严重性就不只是说心灵会空虚而已因为不信因果容易造成什么？忽略行为的后果可能会放纵一时之快而造成自己跟社会的重大影响一些人官商勾结而被判刑入狱，这个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个就不是心灵空虚可以形容的心中有法，也深信因果呢就不会去逞一时之快而造成什么？一失足成千古恨对因果法则的否定这意味着心中缺乏正确的人生价值观那这个会导致人生目标缺乏正确的指引，那自己也会因此而无法自我约束。有法才能约束自己嘛，才能有法度嘛，有法度没有法，那自然是无法无天这样就是无法度而无法度结果就是让自己陷入什么迷茫跟空虚那情况再恶化下去，就变成什么空虚跟失落，那这个就变成忧郁症跟抑郁症的潜伏期潜伏因子因果法则也是宇宙运行的道理也就是老子《道德经》里面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理那人法地的意思是说，人要效法大地顺应自然的规律，也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很有规律。那地法天呢，意思是说大地是遵循上天的法则那自然界中的种种现象呢，都是按照天理在运行的那天法道的意思是说，天体运行跟自然界的现象呢，都是顺从道的真理在运作天道的意思那刚刚讲了几次自然这个自然指的是自然而然也就是无为而治的意思简单讲就是顺其自然不受人为的干预，意思是这样子的。那道家这样子的思想跟佛家所说的随顺因缘，随境而安这个道理也是相通的。那把这样的道理应用在生活中呢，就是人间法人间法就是也叫做世间法那佛法是不离世间法也就是说真实不离方便方便不离真实中门不离法脉，法脉不离中门入世不离出世，出世不离入世这个绕来绕去都是通的那一旦通了就是生活妙法。那不通
那就没办法，都无法度啦。总而言之啦，心中有法，简单讲就是心中有智慧。很有钱，但心中不踏实啊，这个是很多人都有的经验哦。因为本来以为有了钱之后就可以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啊，然而辛苦打拼赚到钱之后呢，还是会感觉若有所失啊，很不踏实啊，甚至很有钱但很不快乐啊。那这个时候才要想到要去找寻正确答案呢，就跟前面这位实业家问上人的一样了。那钱虽然很重要，钱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生命中钱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嘛。人生有些东西甚至有钱也买不到啊，有钱可买大时钟啊，但却难买1秒钟啊；有钱可买水晶床，但却难买好睡眠啊，甚至躺在水晶床上做噩梦那还不是一样啊？那真爱跟友情也是用钱买不到，健康也是有钱买不到我们虽然可以花钱找娱乐并从各种娱乐中呢去寻找快乐，但这些快乐却是短暂的，而且呢一再的溜走。喜悦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法喜这个是来自内心的满足跟生命价值观的实现。例如投入公益啦，助人为乐啦，或四处跟人家广结善缘啦，那这个就是一种长久的幸福感那喜悦不容易受到环境变化而有所影响有喜悦就代表心地是清净的，那心地不清净即使做好事也会心生烦恼所以心地清净也心中有喜悦的人呢，即使他面对困难挫折，还是可以保持内心的平稳跟满足所以喜悦也是有钱买不到那除此之外呢，智慧更是用钱买不到有钱可以买到最新最快的讯息嘛，但是却无法让一个人瞬间拥有敏锐的洞察力跟判断力一个人可以很聪明，懂得如何赚钱投资但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呢，他很可能会做出短视的决定，不够宏观而造成即使获得成功了，也是短暂的成功甚至他的成功不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那这样的成功更是基础脆弱就好像基础没有打好却想盖高楼那这种房子可想而知会有什么结果对，没有人敢住知识可以花钱去买，例如呢，就读那个学费昂贵的名校啦，或者可以聘请名师或买最贵的商业课程管理课程等等这些都是花钱可以得到的。但智慧就不一样了，智慧必须透过亲身体验去见苦知福啦，投入人群然后接受人群中人跟事的磨练还要不断的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做中学，学中做。那透过日积月累的时间沉淀，才会有智慧的增长那这个跟花钱不一样是急不来的也没有速成班，也没有捷径总而言之，真正有智慧的人呢，他不仅仅懂得赚钱，他更懂得如何去用钱因为他了解也体悟会赚钱只是徒弟会用钱才是师傅这个是人生真谛所以心中有法，才能真正拥有智慧成功如果不是建立在道德跟正念的基础上，那这个是短暂的成功。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心的准则，也就是没有正法来作为我们人生的航行的导航师那就会很容易迷航嘛，造成迷失方向嘛很努力但是失速就危险除此之外，对一般人来讲呢，最明显的现象是什么动不动就因人因事乱了心动不动就觉得自己被伤害了动不动就自己对号入座了而庸人自扰了，就很容易心被环境所动摇。而真正有智慧的人就不一样
有智慧的人，他的做人处事或立身行事呢，都是建立在法的基础上啊，正念的基础上啊，所以他是以法为师，以法为依归啊，依法不依人呐，把法当作最高指导原则啊。也因此，这样的人呢，他的心是了了分明的，是稳如泰山的，内心很笃定，很富足啊，所以他的心灵不会空虚啊。那佛法是佛陀教导我们的真理啊，比如说四圣谛啦、八正道啦、因果法则啦、慈悲跟智慧啦等等，这些教法能帮助我们了解生命的本质啊，也能帮助我们找到内心的平静、喜悦、安详、智慧等等啊。这几个就是心灵的家。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啊，心中没有法，就好像心灵没有家啦。心灵没有家，就是心灵没有归宿啊。那有家，还要有做得了主的主人啊，一家之主啊。一个家庭没有主人，那这个肯定会杂乱无章啊，造成事事无人做主啊，无法做主啊。而如果有主人，但是这个主人却做任何事犹豫不决、不知所措啊，这样这个家还是容易诸事不顺而乱成一团呢。有人还不够，这个人还要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因此，一个人如果心中没有法，也就是没有智慧，也就是心中没有信念跟价值观呢，那么在面对人生变化跟挑战的时候呢，也可能也会感到迷茫跟无助啊。那心中很宁静，心灵也很充实的人呢，才能真正感受到生命的快乐啊。那这样的人，即使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他都能享受孤独跟寂寞。相反的呢，一个人心中没有法，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他很容易感到空虚跟失落，所以他会不甘寂寞了。所以心中有法的人才会找到心灵的家，心灵有了家，就是心灵有归宿。那现在很多人是心灵没有家，或是还会找到心灵的家，所以心灵会常常觉得很空虚啊。心中有法，才能够以法护身，巩固自己啊。那也比较能够心正气盛，因为有正法嘛，心正气盛嘛，心诚意正啊。简单讲，就是比较能够以正法来破邪魔啦。那飞机或者是船只没有导航器，这肯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啊。心中没有法也是一样的道理啊。生命中没有正法来作为我们生活的导航器，那生活也会很容易失去目标跟方向啊。有些人把追求物质或找寻各种娱乐当作生活的寄托啊，那表面上看起来是生活多彩多姿，物质享受非常丰富啊。我们不能武断的说，这种生活寄托是不好或不对，我们不能这样子讲。但是如果生活重心或人生目标把它放在这些寄托上面呢，那其实这个还不能彻底解决我们的烦恼很有钱人烦恼也是有，不是吗？所以要解决人生的忧悲苦恼，不只是生活有寄托就好，还要心灵有解脱。因为寄托容易啊，解脱难呐。那要解脱或觉悟，就要心中有法。法就是我们的老师嘛，刚刚不是讲嘛，以法为师嘛，对。那心中没有法的人呢，也会很容易被外境所影响啦，他就对得失啦、成败啦，会或对别人的评价呢过度在意，很在意别人家对我们的看法。那这样就很容易什么？自投罗网，对号入座，内心容易纷乱不稳定啊。那以上这个是对心中没有法的人而言的啦。那心中有法的人就不一样了。一个人如果心中有法，他就能够用智慧面对人生嘛。无论面对顺逆境界啦，都能处之泰然，并从中学习成长。这样的人呢，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他能了知因缘果报的道理，坦然接受啊，并且看淡一切。因此，他的内心也不容易被外境左右了，也就是不容易心随境转了。总而言之啊，
一个人如果内心没有精神依靠跟智慧指引呢，很容易就会感到心灵很空虚啊。相反的，内心有法的人呢，就很容易找到安定跟满足啊。即使遭逢强风暴雨啊，那他也能立即找到避风港甚至呢可以乘风破浪逆流而上而激起美丽的浪花那这些不只是佛教的概念其他的哲学或不同的信仰中呢，也有类似的道理我们平常讲，哎呀，知识就是力量信念决定方向对，心念决定命运都是类似的道理嘛。所以心念会决定我们的命运邪的东西要来找我们，绝对不会选在我们心正气盛的时候，而是选在我们运弱气虚的时候，它才能够趁虚而入同样的道理嘛，狮子要攻击那个羚羊也是会选择什么样的羊落单的羊幼小或年老的羊受伤或体弱的羊因为这样子的羊是最容易下手，也才能够十拿九稳手到擒来那邪魔外道要找上我们也是一样的道理心正气盛之后他不会来他避之唯恐不及，他怎么会进来呢？他一定当我们有运弱气虚的时候嘛，所以没有虚就无法入要入侵就要趁虚趁虚而入嘛。那什么时候是人最运弱气虚的时候呢？有4个大体讲起来，其实细讲的话是很多了，大体讲起来是4个了。第一个，生病的时候，情绪低落的时候，念头偏差的时候，临终的时候这4个。因为这些时候呢，冤亲债主会比较容易找上我们生病的时候就是身体虚弱嘛，元气最弱的时候那情绪低落跟念头偏差也是心不正气不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灵最空虚的时候，不好的念头会此起彼落占满心头最明显的现象就是什么？衰事连连也会诸事不顺，很倒霉尤其第4个，临终的时候冤亲债主都来算总账我们就要一一买单买单完才能走没有买单就不能走跟进餐厅一样这个叫做业未尽，走不了了钱还没有付完就不能离开餐厅对不对？有些人是在睡梦中走了，很干脆没痛苦有些人则是什么？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们有一位师兄当年我们去海外赈灾也一起的他已经植物人25年了，到现在还没有走你看多辛苦这个就是业未尽，走不了那有些人是癌症末期却死里逃生有些人只是小小感冒却引发肺炎并发症往生了，看起来好像是造化作弄人然而中间决定的因素就是自己的福报。所以我们常讲嘛，福到用时方恨少嘛。因为福报够的人，业力或业障就比较难对我们下手。即使对我们下手我们也可以以福转业以善消恶因为我们有造福所以福报够的人，业力或业障也比较没有机会对我们趁虚而入。一旦对我们入侵，我们也能重业轻报，轻报化无嘛。佛法的力量就在这里我们来当志工行善造福，就是要让老天爷相信，我们有还债的意愿我们过去生也造了很多的业有业的债要还那我们无所求的付出，就是在遇迟来是福一旦遇上无常跟危及生命的意外的时候呢，佛菩萨才会从我们的功德簿里面呢调拨功德财出来帮我们挡灾否则即使佛菩萨有心要帮我们，但是看到我们存款不足，功德财存款不足，佛菩萨也帮不了忙对。但比起我妈妈跟我们刚刚这位植物人的师兄
大 S 算幸运多了，他没有拖泥带水，也没有拖拖拉拉，前后4天而已啊，事情是这样不幸发生的，那家属也只能往好处想。所以佛法告诉我们，常想1、2，不要常想8、9，这样想才不会想不开。那家属要深深的祝福他，这样也是好走啊，也是一种善终啊。我们要这样子祝福他，才是帮到他，让他亡者临安呐，我们生者心安呐。祝福他赶快去投胎，赶快再回来。说不定他现在已经是别人家里的一位刚出世的小 baby 了啦。这个就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啊。人生就是一出戏。现在我们来听听蔡琴唱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啊，叫做《人生就是戏》啊。人生就是戏，看不完的戏，有的时候爱，有的时候情，看戏的人儿个个是戏迷，个个是戏迷。笑嘻嘻，随着剧中人忽悲又忽喜，完全忘了他自己，他呀他自己。要是你比一比，谁演得最卖力，只怕那演员反而不入迷，看戏的好，这首歌听完了，我们是不是很有感啊？人生就是戏呀，演不完的戏呀。有的时候悲，有的时候喜悲喜交加跟生离死别的戏演不完，不是吗？虽然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舞台戏的主角啦，但是当业障来的时候呢，业主跟债主却变成主角，不是我们哦。业力跟债主变成主人哦，我们反而变成被予取予求的仆人呐，自己会做不了主而身不由己，因为业力牵引掌控着我们呐，我们自己一点无能为力，一点也无能为力啊，也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做主啊，只有业力跟债主是我们的主啊，他们说了算啊。这种事呢，有一天我们都会继续都必须自己面对，逃也逃不了啊。关键之处就在哪里呢？就在于如果我们早一点知道这样的道理啊，也及早去做准备啊，那心里有做好准备，事情发生的时候比较不会因无知而造成恐惧嘛。恐惧害怕就是因为对事情无法预知或不了解嘛，才会有恐惧跟害怕啊。那你了解了之后，就能够坦然的面对跟接受，甚至有能力化悲痛为祝福啊！不但自己生者临安，也让亡者临安呢。那这个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学习的生命教育啊，终身学习的啊。还有一个道理，我们也需要清楚，就是业障这2个字呢，一般人常把它挂在嘴边呐，只要碰到事情不顺利啦，或障碍重重的时候呢，都会讲，哎呀，真是业障重啊！不管是讲别人讲自己啦，其实大多数的人都误解了业障的真实意啊，真正的意思啊，也误用了业障这2个字啊。业力现前的时候呢，如果有障碍产生，才叫做业障啊。业力现前时，如果没有障碍产生啊，这样就不能叫做业障了。所以如果我们能不被业力或业相所束缚，就没有业障之苦啊，这样就是有业无障啊，也就是有无常之事，
没有无常之苦啦。这个也是一种修行的境界哦。那一般业障来了，会有业相显现嘛，也就是业障的现象产生嘛。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有正法虽然对痛苦有感受，但没有痛苦的反应这样还是不会有痛苦，只是有感受而已有感觉而已但是没有痛苦虽然有业力现前但没有业障之苦这样的道理很微妙其实说穿了也没什么难懂的嘛，关键就在念头嘛，有惊无险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惊吓一道，但是没有危险那这个关键在念头转个念头是几秒钟做出准备是几年功所以刚刚讲的念头偏差就是运弱气虚的时候，因为念头偏差的时候也会造成情绪低落嘛。同理情绪低落的时候也是会造成念头偏差嘛。这两个是互相牵动的，互为因果的。那至于生病的时候，尤其是临终之际，那就更不用说了啦。这个时候大部分人都是气若游丝甚至呢躺在病床上神志不清昏迷不醒的，不是吗？所以这个心中有法也是扮演定海神针跟护国神山的角色那有一个方便法来警惕我们可以学习不倒翁的精神不倒翁就是事事做得了主绝不轻易受到外境的影响不倒翁是任凭你如何摆弄，他都不会颠倒或倾倒，尽管你用力推倒，懂得全身平衡更懂得怎么样遇逆境处之泰然，不动声色，看你怎么弄他都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自己可以处理自己即使我们把他推倒，他也是默默的承受他没有怨言但是最后他又能够四平八稳的再度站立起来继续面对下一个挑战那心中有法就是像不倒翁这样即使遇乱境也能乱中生定，定中生慧那心中有法的人也会菩萨游戏人间心中没有法的凡夫呢，会玩弄人生一个是游戏人间，一个是玩弄人生那游戏人间是与人无争，与事无争，对人我是非不计较，遭遇顺逆境界呢都能够对境无心处顺境不会得意忘形，处逆境不会怨天尤人在生命的角色里面呢，无论是主角或配角，或是扮演观众呢，都能够敬业乐群用心投入，演什么像什么。因为他是敬业乐群用心投入所以他不但重用自己，庄重自己，也懂得去尊重别人，庄重别人这样子的人才会敬人者人恒敬之那玩弄人生就不一样了。玩弄人生是什么？玩世不恭过着晨昏颠倒、醉生梦死、懵懵懂懂的日子却自以为是过幸福快乐的人生直到有一天呢，无常的视线造成福尽悲来，乐极生悲了。老天爷这样子狠狠的一棒打下去这个才彻底的醒悟但是往往已经付出沉痛的代价了虽然人间呢有很多逆转人生跟浴火凤凰的感人故事，而且俗语也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我们却难以预料也没办法去保证是否还有机会回头是岸无常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保证说还有机会回头是岸呢？甚至很可能是再回头100年生所以法可以千日不用，不能一日不备，每天都要准备，每天都要学习，每天闻法跟学习好像每天吃3餐一样的道理嘛。一日3餐顾肉身至少要3日一物顾法身嘛。那肉身是筋骨的力量法身是心灵的力量体力是很有限的，心力才是无穷的。那这个道理懂了之后呢，就会知道要法入心，再法入行这样才不会心中没有法，
心灵很空虚啊。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就分享到这里啊，祝福各位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